通知廚房。大家好，我係通少，今日會介紹通少嘅神奇月餅。我呢款月餅簡單易做，成功率又高，而且味道新奇又好味，送俾朋友定係自己享用都係咁正。首先我哋準備好啲餡料先。第一款同大家介紹嘅就係呢個栗子紅豆蓉，我哋只需要用啲零食嘅栗子，再加埋一啲喺超市買翻嚟嘅紅豆蓉，就可以做到噶啦。每一個月餅入邊，我哋大概都需要30克嘅餡料，所以將啲零食嘅栗子同埋啲豆沙蓉放喺個磅上邊，度好大概30克左右，就可以放埋一邊備用。磅好豆沙蓉同埋栗子之後，就用豆沙蓉將栗子成粒包住，再將佢搓成一個波波。然後就將佢哋用保鮮紙逐粒包好，包好咗就放佢哋喺冰格入邊，將佢哋急凍1個小時，令到佢哋硬身。硬咗身之後就會容易包好多噶啦。而另一款較為創新搞鬼嘅餡料就係棉花糖加湯圓啦。任何口味嘅湯圓都可以，我今次用黑芝麻，而棉花糖嘅大細就冇乜所謂嘅。棉花糖加湯圓，兩者夾埋要有30克咁重，甚至去到35克都冇問題嘅。攞一張牛油紙將佢對接，然後將啲棉花糖放入去牛油紙入邊，再用手或者用一個碗將啲棉花糖壓平，咁樣啲棉花糖就處理好啦。而個湯圓唔需要解凍，亦都唔使拎落去煮。喺做月餅皮之前嘅15分鐘，直接喺冰格嗰度攞啲湯圓出嚟，然後就去壓扁啲棉花糖，咁就可以連埋啲湯圓放埋一邊備用。而家我哋就準備啲牛油去做個餅皮。如果你一向將個牛油儲存喺3至5度雪櫃嘅上格，而唔係冰格嗰個位嘅話，唔需要預早將嚿牛油拎出去室溫嗰度攤到佢軟身噶，直接喺雪櫃嗰度攞嚿牛油出嚟，用刀將佢切成一粒粒就可以用噶啦。然後就將餅皮入邊所有嘅粉類，除咗雞蛋之外，同埋啲牛油一齊撈到佢變成一個麵包糠咁嘅質地。要成功做好呢一步，我總共試咗3個唔同嘅方法，喺度逐一介紹俾大家。第一個方法就係人手去做，用啲發蛋器或者壓薯蓉嘅工具，將所有嘅粉類同埋牛油混合好，然後將佢哋壓成麵包糠咁嘅質地。呢個做法最簡單直接，不過所需要嘅時間同氣力比較多。第二種方法係外國人經常用嘅，將所有嘅材料放喺一個 food processor， 一啲比較強力嘅攪拌器，將所有嘅材料混合同埋攪碎。最後亦都可以用廚師機，用呢一款嘅刮刀就可以好輕鬆將所有嘅材料同埋牛油混合好，兼且壓碎成為一粒粒好似麵包糠咁樣。最後就要加多2隻雞蛋落去，呢個時候就可以落手將啲散收收嘅粉粒猜到佢哋黐埋晒一齊，成為一個大嘅粉團。用廚師機就有着數啦，完全唔需要落手去猜。加完雞蛋落去，繼續用廚師機將佢攪拌，廚師機就會好快幫你將佢哋壓成一個大粉團噶啦。月餅嘅粉團成為一個大粉團之後，我哋就唔好繼續猜佢啦，以免佢起筋，直接將佢搓成長條形，方便我哋一陣間去分割。做呢個月餅嘅麵團嘅時候，最好室內開住冷氣，保持喺攝氏22度左右，否則如果室內太高溫嘅話，喺麵團入邊嘅牛油有機會會融化，令到成個麵團變得非常之軟身，同埋會不斷出油。將月餅嘅麵團分割成每個20克嘅小麵團，用我呢個食譜嘅話，大概可以做到22粒。
將每個量度好嘅小麵團，用手或者一啲碌麵團嘅棍，將個麵團壓平同埋整薄佢。當壓到個麵團薄薄地，好似一張餃子皮咁上下，就 OK 噶啦。之後呢，就可以開始包我哋嘅餡料。我會建議大家先包咗呢一個棉花糖湯圓嘅餡料先。由於啲湯圓都算幾實淨，所以呢就好容易將佢哋包好。包好咗封好口之後，就用手將月餅嘅麵團搓到佢光滑，一啲裂痕都冇，咁就可以放埋一邊備用噶啦。包好啲湯圓棉花糖之後，我哋先喺個冰格嗰度攞翻頭先冰凍過嘅豆沙餡出嚟，然之後將啲豆沙餡都包好。由於呢啲豆沙餡已經俾我哋冰過1個小時，所以啲豆沙餡都變得比較硬淨，相對嚟講就非常之容易包啦。包好之後就用手將個麵團搓到光滑，確保一啲裂痕都冇，又可以放埋一邊備用啦。之後就準備一個製作50克月餅嘅月餅模。喺月餅模嘅入邊，我哋加入少量嘅麵粉落去，令到成個嘅月餅模都能夠黐到啲麵粉，然後就將入邊多餘嘅麵粉掟翻出嚟，然後喺月餅嘅麵團上邊都平均沾上薄薄嘅一層麵粉，再將佢放入去呢個月餅模入邊，輕輕地喺台面壓佢2至3下左右，然後就可以拎起檢查一下。如果係唔夠力，壓得唔夠嘅話，你會好清楚咁樣見到喺月餅模嘅底部會有好多嘅空位出現。咁樣我哋就要壓多2至3下，直至壓到月餅模嘅底部見唔到有太多空位嘅出現。整好嘅月餅就放入去一個可以放喺冰格嘅盤入邊。如果有蓋嘅話就冚蓋，冇蓋嘅話就用保鮮紙將佢哋包好，放喺個冰格嗰度急凍佢哋1個小時，令到啲月餅硬身定型。咁樣焗嘅時候，佢表面嘅花紋同埋佢嘅形狀就可以保持得最好。月餅喺冰格嗰度冰咗1個鐘頭之後，好似依家咁硬身，就可以拎去焗噶啦。呢個月餅亦都可以繼續放喺冰格嗰度儲存佢1到2個星期都唔會太大問題嘅。由於大部分嘅焗爐都冇辦法可以分開上下火唔同溫度去焗，所以我建議大家用雙焗盤嘅做法，去減低下火嘅熱力，咁樣就可以防止月餅焗嘅時候因為底火太熱而變形。當焗爐預熱好之後，就可以將啲冰咗嘅月餅放上焗盤，再放喺焗爐入邊嘅中層，用指定嘅溫度同時間將月餅完全焗熟。另外焗嘅時候唔好放多過6個冰咗嘅月餅入去，因為放得太多嘅話就會降低焗爐入邊嘅熱力，咁樣真正需要烤焗嘅時間同埋溫度變得好難掌握。月餅入咗去焗爐焗嘅時候，我哋可以準備埋啲蛋漿。由於我想焗到個月餅嘅顏色比較接近傳統月餅嘅顏色，所以喺啲蛋液入邊，我就會加入啲老抽落去，將所有指定份量嘅材料撈勻，然後就可以過篩一次，確保蛋漿入邊冇任何嘅雜質。搞掂晒之後就可以放埋一邊備用。月餅焗好第1輪之後，拎出嚟可以目測一下，你可以見到無論喺面同埋側邊顏色都係一致嘅，唔會話見到啲地方透明焗唔熟嘅。輕輕力摸一摸個月餅，你會覺得個月餅都比較實淨，而且比較乾身。而家個月餅實在太熱啦，
我哋先放喺另一個焗架上邊，將佢稍微降溫5分鐘，之後先掃啲蛋液上去。5分鐘之後呢，個月餅就已經冇咁熱啦。咁我哋就將月餅表面突出嚟嘅花紋薄薄地掃一層蛋漿上去。由於呢，我想整到成個月餅都好似傳統月餅嘅顏色，所以月餅嘅四周圍我都會掃上蛋漿嘅。蛋漿掃好咗之後，就將焗爐嘅溫度提高到240度，然後再等多10分鐘。過咗10分鐘之後，我哋再喺表面突出嚟嘅花紋薄薄地掃一層蛋漿上去，然後呢就可以放入去焗爐，放喺中高層嘅位置，用指定嘅溫度同時間將佢焗到金黃就完成㗎啦。月餅焗好上好色啦，你可以見到佢哋而家幾靚仔。如果你焗出嚟嘅月餅顏色唔滿意嘅話，咁就要喺室溫嗰度攤透佢10分鐘，然後用翻相同嘅溫度再焗多佢2分鐘就應該冇問題㗎啦。焗好咗嘅月餅，我哋趁佢熱嘅時候，喺佢突出嚟嘅花紋再薄薄地搽一陣糖漿上去，等陣間攤凍咗之後，佢望落去就會閃閃生輝，特別靚仔㗎。月餅焗好咗之後，最好咧都係隔日先食，佢嘅味道同顏色會變得更加好。大家可以見到較為淺色嗰個月餅就係冇掃到蛋漿嘅顏色，我特登整俾大家睇下，等大家知道個分別。等我立即切開，以全新嘅做法，獨一無二嘅棉花糖湯圓月餅俾大家睇下啦。哇，你睇下幾正！咁簡單就做到一個流心月餅嘅效果，而且食落去有少少煙煙韌韌，非常之好食噶。呢款嘅神奇月餅比起傳統嘅月餅做法更加簡單方便得多。我將好多嘅重點唔能夠喺呢條片同大家分享嘅，都寫咗喺文字食譜嗰度。文字食譜嘅 link 就寫咗喺呢條片嘅 info 度，大家喺開工之前記得去重複睇幾次。咁樣大家嘅成功率就會大大提高噶啦。我囡囡咧就好喜歡呢個神奇月餅啦，佢一日咧要食2個咁多噶。未到中秋節，我啲月餅已經俾佢食晒啦。做呢款月餅遇到任何問題嘅話，歡迎你留言俾我，我會盡力解答嘅。祝大家中秋節快樂，人月兩團圓啦！材料正確嘅份量、食材嘅牌子同埋相片，都可以去我文字食譜嗰度揾到。喺呢條片嘅info就有呢個食譜嘅連結提供俾你去參考噶啦。通知廚房嘅專屬網頁仲有更多免費嘅影片同食譜分享，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。中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要俾 like 同埋 share 出去，仲要記得訂閱同埋撳埋隔籬個鐘仔，咁我新片一出先可以通知到你噶。多謝大家收睇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